嗨，大家好，欢迎回到语虫的频道，一起来聊哲学、生死与人性。现在呢，庄子哲学这部列车已经正式出发咯，也就是驳论自己说这个系列的第一讲了。那也是正式进入到我论文的第一章。但首先呢，我要请各位搭乘的乘客呢，跟我做一个心理准备，也就是从我们要怎样的心态开始哦。你可能会觉得哦，哲学论述为什么要先谈心态？那不就是以理服人吗？但其实没有这么单纯哦，尤其是像自杀这一种这么尖锐又触动人心的议题。如果我们都希望可以让彼此都能够开始去理解，或者是愿意理解这样的议题哦，那一定程度的心态准备是很重要的，否则可能就会像是庄子所说的哦，能够服人之口，但是未必可以服人之心，也就是让人口服不能心服。那这个是一个擅长论辩的人他可能会有的局限。好，既然如此，那我们要准备什么样的心态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参考20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卡缪的一个建议哦，他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自杀。判断生命是否值得活下去，等于回答这个哲学上的基本问题。其余的一切，世界是否有3度空间，知性有9个或12个范畴，是随后才来的。这些都是游戏。人必须首先回答前述的难题哦。如果依照尼采的主张，一位值得尊重的哲学家必须言行一致，你就会了解这个答复的重要性，因为它将导致决定性的行为。人心能够感受这些，但是理智若要明白，却需加以深入研究。关于生命哲学探讨，像是我们该如何安排我们的生活，或是我们该如何迎接死亡，以及其中这个非常争议的议题自杀。那即便我们已经对这个议题有所触动了，但未必可以说得明白哦。所以卡缪认为，如果我们要理解这个唯一而且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深入的去探究它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我们必须要在2种偏重的方法之间取得平衡。第一种是重视经验的事实，那另外一个就是重视观念上的选项。毕竟自杀这个现象或自杀这个主题，你可以很抽象去谈它，有很多观念理论去推。好，那你也可以很重视经验的层次，从现象上、从临床上的方式去分析它。那卡缪会认为我们必须要兼顾重事实跟重选项，那这样才有可能兼具我们的情感跟明晰哦。毕竟我们不是只有理性。那情感也是我们作为一个人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嘛，所以在探讨自杀之前，在进入到这个研究方法之前，我们或许先建立起一个比较谦和的心态会比较好。而这样的心态其实并不困难它其实就源自于我们彼此都有的常理与同情哦，我们都共有的一些常识，以及我们都有的同理心。所以刚才卡缪这些要求或者是提点好了，不只是我必须要牢记于心哦，那或许也适用于所有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人哦。如果我们希望在自杀这个哲学问题上有更完整然后更深刻的思考，那或许我们可以暂时抛下成见，然后带着一种比较谦和的心去看待这个议题。而且其实这样的心态上的准备的工作，对于阅读任何一本哲学书籍应该都会很有帮助。比方说也是20世纪的一位英国哲学家理查赫尔，他就说，对哲学著作来说，最困难的莫过于要使人们对作者所说的有足够的好感，以致能够加以理解。也许没有人会深入地理解一本哲学书籍，如果他不是在起初的时候就相信他所说的，或至少暂时搁起不信之心否则他将永远不会领略作者试图传达的意思。好，如果大家对自杀或对庄子已经抱着一个非常固定的想象，而且不把它放下来，那这个时候就像我向蒙恬跟各位读者说，嗨，这是一本充满善意的书，我说再多也没用。无论你对自杀的看法是如何如果我们带着一颗抱有成见的心去理解，甚至是期待说可以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那我们可能真的什么都获得不了因为我们的心已经满了。题外话，对于这样的读者或对于这样的人说不定庄子会把这样的人给骂醒。庄子是没有在跟你客气的尤其是对于他的一些死性不改的老朋友，或是对于贪恋权位然后又倒行逆施的上位者。那我相信在人类历史上能够出一个这么有个性的人，他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资产，他没有要讨好任何人。好，所以在这部论文的第1章里面呢，我会说明这部研究的目的、背景、方法，还有一些核心的概念那这些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铺垫。如果没有经过这第1章的铺垫，直接去阅读2、3、4、5、6章，我相信很有可能会一知半解。如果只读第1章，也不可能去推论出2、3、4、5、6后面的这些论述所以这也呼应了我在上一讲里面谈到那个不厌其烦不论是庄子还是自杀，这2个在学术内部都有相当大的争论对于这么复杂、这么艰难的挑战，我势必要帮大家先披荆斩棘一番。那这个就是第1章很重要的工作，它就是一个引路的工作。也相信在这样第1章的带领之下，读者可以对于所谓的关于自杀的庄子式哲学思考
有一个更清楚的掌握。接下来呢，我就要谈一谈这部论文的背景。那我相信这个背景也可能会跟荧幕前的各位呢有所重叠哦。不论荧幕前的各位，你们的专业是什么，我们可能首先要承认的是，庄子他作为一部作品、一个思想，它不专属于哲学。自杀这个主题，它作为一个现象，作为一个议题哦，它也不专属于哲学。好，虽然如此，但也没有任何一个学科可以对庄子或者是对自杀享有独占权。也就是说，在当代学术分工的这个现实中啊，虽然我们有各自不同的训练背景，有不同的学术传统，但不代表我们要闭门造车嘛。我们可以一起把一台车改得更好，跑得更快，做得更舒适。所以在尊重彼此专业，然后同时又降低学术壁垒的这个前提下，不要诉诸壁垒分明的学科分野，或是抛弃掉某某学科本位的这样的想法。我相信这样的对话不但是可行的，在这样的交流对话之下，一定会对人类的整体利益带来帮助。所以在这部论文或者是在庄子哲学这个列车上，我不会局限于某个学门或是某个学术传统的研究，还有在表达上，那这个在上一讲也有提到，就是我会尽可能的减少哲学的专业术语跟庄子里面的文言文，而且呢会尽量用清晰通畅的白话来表达。我这么做其实就是要把庄子哲学的抽象的内涵清晰的呈现给大家。所以啊，从一开始我们谈到心态，到现在谈到我的表达方式或者取材，为什么我要这么做？我这么做其实就是在呼应我的背景，而人不可能脱离他的背景。那这一点我也一样，庄子也一样。那我的背景是什么呢？比方说我特别提到2点。好，第一点就是在我们现在台湾公民社会逐渐成熟的状况下，我们对于生命该如何结束，或者对于所谓的生命自主权有更多的想法。无论是从以前的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然后到病人自主权利法，再到现在对于安乐死合法化的争论，很明显的就是我们的社会对于死亡这个话题不再视为那么禁忌，也愿意在一定的程度上来承担我的人生该如何落幕的这个选择。好，那这个时候作为先秦诸子这个中国古代思想家里面探讨生死最多的一部著作庄子，它可以如何回应我们现在的需求？那这个是第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则是在庄子哲学或在庄子研究的学术传统中，自杀这个主题一直是被忽略的，甚至是被刻意忽略的。可是呢，庄子这部书里面涉及到的自杀现象或自杀者，你可以说是在中国历代的思想经典中最多的一部。可是为什么在千百年来都会不断的被忽视，不断的被排斥？我相信荧幕前的各位应该也不晓得，庄子里面竟然有很多人自杀哦。这些历朝历代的学者会这么做的理由，其实在我看来不太充分。那他们之所以会排斥庄子这部书中涉及到自杀的篇章或段落，理由其实不外乎2点。第一点就是呢，这个思想的品质低落；第二点就是呢，这个作者的身份不明啊。好，那当然在接下来的2讲里面，我一定会说明为什么这样的理由是不充分的。我们不能用这些理由来说，所以庄子哲学不应该讨论自杀。这里面的推论是大有问题的，而且也可能蕴含了这个庄子研究千百年的学术传统中的一些成见哦。好，到21世纪的现在如果还没有人对庄子哲学会如何思考自杀这个议题好好的思考过，好好的研究过，那我就来好好研究研究嘛。而且就算我们搁置那些就是被历朝历代人所排斥的那些篇章好了，如果我们同意庄子哲学是一个以人的生命为核心关怀的哲学体系那么关于死的自由，关于自杀的探讨仍然是必须的。所以这2点就是与这部论文更加直接相关的思想背景那跟这样的思想背景互为表里的就是我所关心的问题意识，也就是说一个提倡养生，一个提倡自然的庄子哲学，但它同时好像又很反对我们要从事一种2元对立的划分。那他会如何思考结束自身生命这件事，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又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发？这个是我在思考的一个出发点。好，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问就算有启发又如何？我们一定要庄子吗？或者是台湾社会一定要庄子吗？当代的人类社会一定要庄子吗？也就是说，我们缺庄子这个思想吗？这样的质疑的出现其实也蛮合理的甚至我可以进一步去增强这样的质疑比方说，我想要活得好，我一定要学庄子吗？你告诉我，应该很多人都活得好，或者是你见过很多人活得不错的，他可能根本就不是因为庄子，他可能完全没有听过庄子，他可能是在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背景下他就活得很自在。好，另外一方面呢，学过庄子就一定活得好吗？有没有人学过庄子又活不好呢？我不知道如果有的话就是我。好，
所以啊，学庄子跟活得好好像没有必然关系耶。我这样子不断挑战自己其实呢是要确定一个立场，那个立场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想要清楚掌握自己人生的人，没有人会嫌选项太少。好，这什么意思？比方说，台湾社会一定要有庄子吗？ YouTube 上一定要有这个频道吗？没有，好像没差耶。从整体的角度来看，有差吗？好像没差耶。好，先不论这样的判断是不是有一种独断的风险即便如此，即便我们从整体的角度看，地球上有没有庄子好像没差， YouTube 上有没有我这个频道也没差嘛。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一个个人生命的角度来看举一个例子，大家有没有去吃过吃到饱的自助餐？不论它限时多久，它一定是有限时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思考说，这个时候我要如何安排我的时间与空间嘛？大家有各自不同的策略，有人先去抢单价高的，有人去抢稀有的，有人去抢没有人排的，有人就只想吃他自己想吃的，有人先去冲冰的，有人先去喝酒。好，无论大家采取的策略是什么，我们都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来安排我们的生活。这个时候，我们进了餐厅才发现，这一家吃到饱的自助餐，它只有提供一道菜，还是三色豆。但它仍然是吃到饱，它也是自助餐，你要自己去装。那我们当然会抗议嘛。好，这个时候餐厅经理呢，听到我们抗议的呼声，他就出来，他就跟我们讲，用一种类似庄子的一种诡辩但这绝对不是庄子。好，类似庄子的诡辩，说呢，三色豆。你不晓得这个三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多的含义吗？所以一盘就是多盘。好，而且啊，难道你没有听说过一个三色豆仙人吗？他是怎么样的人呢？他在这样的环境中呢，不但心甘情愿又自得其乐，而且呢还可以把三色豆玩出新高度，用小小的三色豆开大大的花。他讲的话不算错对吧？可是能够服你的心吗？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怎么做？我们可能就拍拍屁股走人去别的餐厅了。那你说这种用假庄子的话术来忽悠顾客的这个餐厅，它能够支持多久呢？我们不能否认，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或将来有这么一个人，他真的可以吃三色豆吃得非常开心，所以这个餐厅绝对对他的胃。可是很明显如果我们任何一个人想要吃得好，或想要在 YouTube 上看到好看的，或想要活得好，那选项是不可或缺的，而不是说你为什么不换个角度去思考三色豆呢？所以可以简单打发掉这个问题所以这也呼应了庄子哲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关怀，那就是如果我们只剩下一种思想，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你也可以想象嘛，可能有些集权专制的国家里面，统治者会用餐厅经理的话术，一方面呢要你知足，你必须要去领略三色豆的美好，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又嫌你不足，你为什么不像三色豆仙人一样过得逍遥自在呢？你看这是多可怕的一件事。所以我才会说这绝对不会是庄子的精神而且我不相信庄子听到这样子统治者的话术会无动于衷他一定会跳出来痛批以上我透过三色豆餐厅的例子，只是要说明人生要幸福或人生要发展，一定要有足够的选项。所以我们自己可以挑食，我们可以不喜欢庄子，但是请不要说所以庄子不需要存在。但我们也无法否认一件事那就是有些人会在这个地球上的某个角落，他可能因为庄子哲学存在而找到了人生的归宿。所以庄子作为一个思想的传统，如果他没有办法去回应我们是否有决定自身死亡的自由这样的哲学问题，那甚至呢还刻意的避而不谈刻意的去把这个问题划入禁区，那庄子思想所能够提供给我们现代人的可能就真的只是一种固化的意识形态或者是教条这些糟粕。好啦，不然说是一种推理很复杂的教条，缺乏了引领未来人类的哲学活力这也正如在20世纪的美国政治哲学家洛尔斯所说的，哲学家关心的是永恒的未来。如果我们让庄子思想不能够去回应像是自杀这一类的哲学问题的时候，那其实是我们亲手葬送了作为哲学家的庄子但我相信庄子思想有回应哲学问题的潜力，但它必须要透过一定的转化方式才能够发挥出来。至少有一些观念呢，我们现在可以先去理解比方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生活方式，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有哪一种生活方式是真正适合别人的，这个是庄子哲学的一个基本立场。而真正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也必须要由自己来亲身探寻才行，没有人可以完全的为别人的生命做主。
那这也是庄子哲学一个非常基本的观点。所以庄子本人，也就是庄周这个人，他在他的生命历程上，他也有很多他自己的选择。他透过《庄子》这部著作来去阐述他是如何思考、如何实践他的生活方式的。而且他也相信他的这个智慧呢，是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而可能启发任何一个人。我相信读庄子的人也不会否认这一点，不然我们是在读什么？如果他不可能跨时空的去启发任何人。所以在这一讲里面从我们的心态到我们的背景，到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足够的选项来去安排我们的人生。而庄子或庄子哲学这个选项的存在，其实就是有意义的。而我相信这也是任何一位，不论你是在阅读，或者是你在研究钻研庄子，或者是你在推广庄子都会有的朴素的希望。我们都希望透过庄子这个思想，或许可以对某些人的生命呢带来一些帮助。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指引我们自己的人生这其实就只是做庄子的一个小小的卑微希望。我绝对没有用庄子去改变任何人或者是让庄子变成一个统一思想这个太可怕了。而且这些本身就是跟庄子哲学的基本精神是违背的希望说了这么多呢，可以让大家有所体会。如果有任何的想法呢或问题呢，也欢迎留言告诉我。那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咯，拜拜。